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五一假期，闺蜜蒋燕邀请我去她老家散心。我刚怀孕不久，担心路途遥远伤身体，想了想，还是拒绝了。我老公李鹏却十分热情，非要我答应，连夜买好了机票。我一向听他的话，只好跟他一起去了那个山沟沟，却听到她和闺蜜竟然合谋要害我骗保。但我可不会坐以待毙，势必要他俩血债血偿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下飞机后，蒋燕亲自来接，开了3个小时车才到她家。西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，蒋燕爸妈和弟弟站在门口等我们。然而只有我知道，藏在热情下的是多么恶毒的算计。小梦，你累了吧？我带你去房间休息，我妈特意收拾的，就怕你这个大小姐不习惯。蒋燕一如既往的贴心，一下车就过来亲昵地扶住我。我笑着点点头，不露声色跟着她往里走。进了屋，蒋燕又体贴说道：“肚子没事吧？你别看我们这是山区，空气可比城里清新多了。你多住几天，对你跟孩子都好。”我淡淡回应：“我没事，就是路上有点累，睡会就好了。”蒋燕说：“那你先休息，我跟我妈去做饭，等你醒了尝尝我妈的手艺。”说话间，我老公端了杯牛奶进来。老婆，蒋燕妈妈让我给你的，你快喝了，好好睡一觉。牛奶里放了安眠药，上一世我喝完牛奶就睡熟了，根本不知道蒋燕跟李鹏密谋了什么。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当着他俩的面喝了下去。等他俩离开，我马上去厕所压着声音催吐，加了料的牛奶被我吐了个精光。我躺在床上装睡。半小时后，蒋燕和她弟弟蒋杰还有我老公走了进来。蒋燕喊了我几声，看我没动静，以为要起作用了。3个人在我耳边正大光明地聊着怎么杀我。蒋杰插嘴道：“姐，我看这女的挺漂亮的，要不把她绑家里给我做媳妇吧，反正我娶不起老婆。”蒋燕骂他弟目光短浅：“你懂什么？他死了，咱们才能拿到钱，到时候想娶谁不行。”蒋燕赶他弟出去帮忙做饭了。李鹏没说话，其他男人如此谈论他老婆，他没有任何反应。虽然经过上一世的种种，我知道他内心多么阴狠，但重来一次，我依然忍不住心寒失望。片刻后，李鹏忽然开口：“要不先试试你说的办法，不行的话，明天再带他去山上。”蒋燕附和了2声，我也听清了他俩的计划。几个小时后，蒋燕喊醒我吃饭。饭后，李鹏和蒋杰喝了2杯，我们在院子里聊了会儿天，便各自回房休息了。躺下不久，李鹏喊口渴，装作迷迷糊糊的样子，让我去厨房拿冰水。我留了个心眼，没动冰箱，去水龙头接了杯自来水。没过多久，突然听到蒋燕妈妈大声哭着喊人，救救她儿子，蒋杰触电身亡了。我跟在李鹏身后走了出去，蒋燕爸妈在厨房门口哭喊，蒋杰趴在冰箱旁边，冰箱门半敞着。李鹏和蒋燕对了个眼神，只见蒋燕站在院子里怨恨地盯着我。我满脸关切地走过去，握住他的手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蒋杰怎么了？”蒋燕浑身颤抖，也不知道是吓的还是气的，总不能是看到我还活着，所以高兴地发抖吧。李鹏拨打了急救电话，我报了警。医护人员表示，蒋杰触电后当场死亡。警察排查后告诉我们，应该是冰箱使用时间太久，线路老化导致漏电。上一世我刚要开冰箱，蒋杰突然从暗处出现，抱住我。
我又惊又怕，挣扎着跑出厨房，逃回了屋子，怕李鹏担心，谁也没说，侥幸躲过一劫，重活一次。下午听到李鹏在冰箱上动了手脚，我更是不会去碰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蒋捷阴差阳错地去了厨房。蒋燕的计划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，村子里消息传得很快，不多时，蒋燕家的亲戚邻居都来帮忙张罗蒋捷的丧事。年轻人死于非命，按照习俗，一切从简。蒋燕披麻戴孝地跪着，魔怔一般，不断重复着一句：“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死的不是你？”我温柔地拍拍她的背，安慰她：“蒋燕，你想开点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听说触电的人很快就会没知觉，不会很痛苦的。”蒋燕猛地抬头，死死地看着我，语气充满怀疑：“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”我一脸疑惑，不解地看着他。这时李鹏走了过来，我告诉他蒋燕好像受了刺激，嘱咐他好好照顾蒋燕。我回屋躺下，思索警察怎么没发现冰箱是人为故障。看来多亏了李鹏的好手艺。李鹏入赘到我家之前是干家电维修的，婚后我爸妈把家里的几个店交给他经营，时间太久，以至于我差点忘了他的老本行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找到蒋燕，告诉她我要回家。蒋燕急了，赶忙挽留我：“小梦，我家刚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不能陪陪我吗？”说着向李鹏使了个眼色。李鹏赶紧附和：“是啊，老婆，你现在走了也不放心蒋燕吧？多留几天呗。他俩清楚，一旦放我离开，就会失去这个杀我的绝佳机会。”我故作为难地挤出2滴眼泪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不知道是不是孩子出了问题，我想去检查一下。李鹏不在意道：“可能是水土不服，孩子才3个月，反应不会这么大。”我也不想走，蒋捷没得太突然，一想到他我心里也难受。要不再让警察查查吧？冰箱白天还好好的，怎么晚上就电死人了呢？我做事拿出手机就要拨出号码，蒋燕一把夺过手机，又意识到自己反应过大，笑了笑，不安道：“小梦，你要是实在不舒服，就先回去检查吧，这边你就别管了，我过2天回去找你，孩子要紧。”李鹏还在劝我留下。老婆，要我说你就是太娇气了，你看像蒋燕从小吃惯苦的，就算……话说一半，忽然顿住。上一世，蒋燕怀了李鹏的孩子，比我早1个月，她很瘦，所以不显怀，我都没发现。看来这一次也一样。我出声打破空气中的沉默，我确实不放心蒋燕，老公你替我陪着她吧，有什么能做的你多帮衬点。李鹏一口应下。蒋燕假意关心我几句，就让李鹏开他家的车把我送到了机场。在飞机上，我联系了相熟的医生，出了机场直奔医院。这个孩子不能留。做完手术，我回家休息。晚上在书房找到了李鹏给我买的意外险保单，受益人写着他一个人的名字。我找了当地有名的律师，他建议我收集好李鹏的出轨证据，这样有利于让他净身出户。我在家里每个房间都装了摄像头，选在十分隐蔽的地方，很难发现。李鹏打电话问我检查结果，我告诉他只是累到了，医生让我在家静养。蒋燕这边还没结束，我后天才能回去。李鹏说，我安抚他，我没事，你替我好好陪陪他。挂断电话，我睡着了。没过多久，一阵嘈杂声吵醒了我。李鹏他妈不请自来，看我醒了就招呼我过去帮他摘菜。我这个婆婆上一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挖一堆野菜来我家让我吃，美其名曰都是为我好。
多吃那些才能早点怀孕。我慢吞吞走过去，婆婆嫌弃地指责我：“你可真是大小姐，还没显怀呢，就这么懒。我以前怀李鹏的时候，带着肚子还在地里干活呢。”接着又问：“李鹏呢？咋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我装作失落伤心的样子，低声说道：“蒋燕家出了点事，李鹏不放心，多留几天。”婆婆厉声骂道：“我早就说了，那个蒋燕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李鹏的魂都被勾住了。我这就打电话叫他回来。”我阻拦道：“妈，你误会了，蒋燕好像身体也不舒服，就让李鹏照顾她几天吧。”婆婆像在回味我说的话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身体不舒服，不会是……”说着拿起手机，急匆匆去了阳台。跟我结婚前，婆婆一家住在城中村的廉租房里。李鹏爸爸去世前看病欠了不少债，李鹏入赘我家后，我爸妈帮忙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给婆婆买了套房。我每个月都会给婆婆几万零花钱，我的名牌首饰包包更是随便她拿。要是李鹏出轨离婚了，她可就不一定能继续过这种日子了。由奢入俭难，婆婆目前还不知道李鹏的杀妻计划，所以她肯定不会同意那2个人。我给自己泡了杯花茶，坐在沙发上慢慢喝着。阳台传来婆婆的骂声，看来李鹏只想拿了钱和蒋燕2人享受，根本没想把事实告诉她这个老娘。打完电话，婆婆怒气冲冲地走了。我扔掉那袋子野菜后，也回了娘家。2天后，李鹏回家了，他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我告诉他自己要在娘家多住几天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1小时后，我就在手机上的视频监控里看到蒋燕出现在我的卧室里。李鹏抚摸着她的肚子说道：“还是算了吧，小心伤到宝宝。”蒋燕没骨头一样靠在李鹏身上，问道：“你说陈小梦没发现什么吧？我总觉得她跟以前有点不一样。”李鹏轻蔑地笑了笑：“怎么可能？没被电死算她命大。陈小梦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小姐，就她死了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。这话倒是没错，我上辈子确实不知道。”蒋燕不满道：“她在你眼里是大小姐，那我是丫鬟吗？”李鹏抱着她哄：“等她死了，她的一切都是我们俩的，到时候你就是唯一的大小姐。”看着这对狗男女，还有手机上婆婆的未接电话，我忽然心生一计，回了婆婆的电话。她问我借车。小梦啊，李鹏表弟过2天订婚，想用一下你那辆跑车。我大方答应：“没问题妈，我现在不在家，车钥匙在卧室呢，你带他去取吧，拿着用就行。”婆婆在亲戚面前挣足了面子，高兴地嘱咐我注意身体后，就挂断了电话。半小时后，监控显示婆婆自行开门走了进去，身后跟着李鹏表弟。她一边走一边四处打量房子。复式的房子，2楼卧室里的蒋燕和李鹏根本没听到1楼开门的动静。婆婆推开卧室门，她和屋里的人同时被对方吓了一跳。等看清床上女人的脸，婆婆直接扑过去，一把扯住蒋燕的头发，狠狠扇了她一个耳光。李鹏急忙跳起来拦住婆婆，蒋燕见状就往门外跑。李鹏表弟跑进来拦着李鹏，婆婆趁这个间隙跑出去追着打蒋燕，蒋燕只好往1楼跑。到了楼梯口，婆婆下狠手一推，蒋燕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啊！我的肚子！李鹏，我的肚子摔到了！蒋燕倒在地上，哭着喊，身下有血流出。李鹏一脚踹开表弟，跑过去查看。抱起蒋燕冲出屋子，看样子是去了医院。婆婆看着地上那一滩血，喃喃自语道：“
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还真怀上了，活该！山沟里出来的穷酸相，还想怀我们老李家的骨肉。蒋燕情况这么紧急，应该是去了离我家最近的医院。我有个朋友是那里妇产科的医生，我堕胎的时候找的就是他，于是向他打听情况。他知道我在准备离婚，没有多问，直接把结果告诉了我。李鹏带来的那个女的怀孕4个月了，孩子掉了，这会正在病房里发疯呢。我怀的打了，蒋燕怀的没保住。李鹏啊，你坏事做尽，老天有眼，你注定不会有自己的孩子。之后半个多月，李鹏借口出差，一直在医院照顾蒋燕，根本没时间管我。杀我的计划似乎也被搁置了。我趁着这个机会，将名下的财产悄悄转移到了父母那边，婚内财产也请律师做了公证。李鹏出轨的证据也被我整理后交给了律师。终于，李鹏出差结束回家了。令我不解的是，李鹏这次回来忽然对我十分体贴关心，极为示好。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按兵不动。几天后，李鹏忽然要带我去郊区的一家农家乐，我以前的同事开的，之前陪客户去过，环境不错，饭菜口味也是你喜欢的。我想着你怀孕没胃口，今晚带你去尝尝。我看着他的脸，心里盘算着这一次李鹏又会怎么杀我。郊区太远了，我懒得动，过几天再说吧。我随便找了个借口。李鹏从沙发上拉起我，推着我换鞋穿外套，力气大到不容反抗，语气却显得亲昵，带着责备。你呀，就是每天太闲了，出去转转，治治你的懒病，再顺便吃点好吃的，不好吗？出门前，他从包里拿出一瓶水给我，让我等会儿路上喝。我趁着他去卧室拿手机，把瓶子和家里的同品牌水做了调换。出发不到10分钟，李鹏频频看向我，他看到我喝了好几口水，便开口问道：困不困啊？想睡就睡会，到了我叫你。我表现得困意十足，哈欠连连，不一会儿就闭上眼睛，装作睡着了。李鹏叫了我几声，又把车停在路边，摇了我几下，看我没有动静，便重新启动汽车，并拨通了蒋燕的电话。蒋燕问我睡着没，李鹏回道：放心吧，药量挺大的，一头牛也能晕过去。蒋燕担心道：你真的决定要冒这个险吗？我只想弄死陈小梦，不想让你受伤。李鹏安慰他：没事，我都试验好了，那辆货车每天这个时候都会经过这里，最多伤筋动骨。再说了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。李鹏打算趁我被药迷晕，制造一起车祸，只不过在他的计划里，我会被撞死，而他铤而走险，最多受些轻伤。这样一来，没人会怀疑同样受伤的他，那份巨额保险金也会成功落入他和蒋燕手中。我闭眼思索怎样才能在疾驰的汽车里逃生，悄悄睁开眼睛观察四周。这是条小路，周围都是农田，一边有池塘，不远处驶来一辆货车。李鹏也看到了货车，他深呼吸几次，计算好方向，就要向货车撞过去。我迅速坐起来，抢过方向盘。老公，前面有车。李鹏没想到我会醒，一时慌了神，又很快恢复神智，一言不发地将方向盘夺了过去。眼看两车就要相撞，这么下去，我不死也是重伤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重蹈覆辙。我闭了闭眼，打开车门，跳下车，滚了2圈后，我掉进了一旁的池塘里。李鹏一时不防，没想到自己的计划会被打乱，惊慌间转错方向，遭受了货车的猛烈撞击。到了医院，我只有简单的皮肉伤，
李鹏被送进了手术室，我爸妈和婆婆都赶了过来。手术结束，医生安慰家属想开些，他说李鹏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。婆婆晕倒在地上，我靠在爸妈怀里偷笑。几天后，李鹏才转入普通病房。他醒来之后不吃不喝，没说过一句话，全凭营养液撑着。我恢复得很快，已经可以活蹦乱跳了。李鹏阴沉地看着我，咬牙切齿：“你知道了是吗？”我笑着问他：“知道什么？你和蒋燕的事，还是你们计划杀我的事？”李鹏问我：“你想怎么样？举报我们？你找不到证据的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走出病房，看到婆婆和李鹏表弟鬼鬼祟祟地去了楼梯间，我跟过去站在门后。姨妈，哥现在惨了，陈小梦家那么有钱，他肯定看不上哥了。李鹏表弟话没说完就被婆婆扇了一巴掌。婆婆骂道：“你哥就算没了腿也是老李家的独苗，老李家的根，陈小梦他敢？人家里有钱有势的，想踹掉哥还不简单。哥变成这样，肯定挣不了钱了。姨妈，你们住的那个房子说不定也会被陈小梦家要回去。”婆婆被动摇了，问道：“我可不想再住城中村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”李鹏表弟语气猥琐地说：“咱们家族就我跟哥2个男子汉，哥不行了，不还有我吗？有钱人最爱名声，只要能让陈小梦跟我处上一晚。”婆婆有些犹豫：“能行吗？”李鹏表弟胜券在握：“你不是有哥家里的钥匙吗？给我，其他的你就别管了。”我一阵反胃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李鹏一家子都是没有人性的畜生。我回到病房后，发现李鹏被护工带去做检查了，他的手机落在床上。车祸前，我在车上装睡时看到了他输密码的动作，点开微信，置顶是蒋燕。聊天记录里，李鹏让蒋燕今晚去家里把意外险单子拿走，不要给我留把柄。我看完后将手机放回原处。李鹏知道我最近一直住在爸妈家，所以敢光明正大的让蒋燕去偷保险单。思索间，婆婆走了进来，问道：“小梦啊，你今晚几点回去啊？这么迫不及待就要进行你们肮脏的计划了吗？”我卖了个关子，不确定呢，可能比较晚吧。婆婆放心地点点头，没事，回去就行，早点回去啊，反正有护工在这。说完就跟李鹏表弟一起离开了医院。要不怎么说信息差呢？李鹏但凡多跟他妈交流几句，婆婆都会知道我根本没在那边住。晚上8点，我躺在爸妈家看监控，李鹏表弟拿着钥匙却像个贼，偷偷摸摸开了门，然后蹲在玄关等我。过了1个多小时，开门声响起，蒋燕进去了。李鹏表弟把她当成了我，一把抱住。蒋燕死命挣扎，无意间按到开关，灯亮后看到了脸，俩人都想起上次见过面。李鹏表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直接破罐子破摔。挣扎间，蒋燕摸到了一把水果刀，我上次在门口拆完快递就随手放在了那里。李鹏表弟被捅了几刀，没了力气，蒋燕跑了，我好心报了警，并将家里的监控录像交给了警察。李鹏表弟被戳中要害，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下半辈子都无法人道了。全城通缉之下，蒋燕很快就落网了。她要在高墙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李鹏得知后要气疯了，质问我：“是不是你干的？我真该早点杀了你，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伤害蒋燕了。”我懒得跟他理论，只是转告了蒋燕的判决结果。李鹏恨得牙根都快咬断了，要是能站起来，估计早都亲手掐死我了。
可惜她只能永远被钉在轮椅上，无能狂怒。婆婆在李鹏表弟受伤后就没来过医院了，她最后的指望也没了。听她总是把毒根毒苗挂在嘴边，我还以为她多爱儿子，原来她最爱的是自己。李鹏沉默地盯着我，忽然像个疯子一样笑了起来。陈小梦，你以为自己很聪明，你永远别想摆脱我。你没有任何证据，就算离婚，我也会一分不少的得到我的那一份。你不死也能掉层皮。我面色忧虑，装作很苦恼的样子问他，你指的是什么证据？你手机里和蒋燕密谋杀我骗保的聊天记录，我已经找人拷贝了。至于家里监控里你和蒋燕发情的样子，我自然也是给律师也发了一份。李鹏没想到我准备了后手，拿起手边的水杯就朝我砸了过来。我轻松躲开，关心道，我劝你还是少动点气吧，腿都没了还能打谁呀？还是想想自己的后半辈子在牢里怎么过吧。没过多久，我正式起诉离婚。由于各项证据齐全，李鹏被判净身出户。我亲自去保险公司终止了那份意外险。李鹏和蒋燕密谋杀妻骗保的案子也顺利开庭。法庭上俩人一言不发，根本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不过证据确凿，他们是不可能被轻判的。走出法庭，我前所未有的轻松。重活一世，我终于成功自救，也避免了父母被李鹏害死的结局。李鹏表弟也去了庭审现场，他跑出来拦住我，嫂子，蒋燕是你的仇人，也是我的仇人。没想到我哥这么心狠，我要是他，肯定舍不得这么对你。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堆垃圾。你想说什么？李鹏表弟眼珠子一转，嘿嘿笑了2声。你不是怀孕了吗？你看我哥也进去了，孩子总不能没有爸爸吧？再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一家人。我不能眼看着你一个女人做单亲妈妈吧？我打量了下他，说道，看来蒋燕那几刀扎得不够深啊，你还有多余的心思想这些事呢？李鹏表弟不悦起来，压着怒火，嫂子，我也是好意，你一个女人带孩子肯定不容易，你可别冤枉好人。我冷哼一声，警告他，赶紧滚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在我家。如果你想进去陪你表哥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一把。在那之后，我很久没见过和李鹏相关的人。当初和李鹏结婚后，我打消了读研的念头。现在有了自己的时间，我着手准备留学的事情，打算换个环境，顺便去看看世界。1个月后，我刚上完雅思课，回家的路上被李鹏他妈和表弟当街拦住。李鹏他妈盯着我的肚子，质问我为什么看不到显怀，孩子是不是没了？我好笑地看着对面的一老一少，忘记告诉你们了，从蒋燕家回来我就打掉了。李鹏他妈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，举着手就要冲过来打我，骂道，你敢打掉我孙子？我老李家3代单传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你竟然敢打掉我儿子唯一的后！我躲到一边，他自己没站稳，摔倒撞在栏杆上，撞破了头，鲜血直流。下一秒，李鹏妈捂着伤口喊了起来，打人了呀，有没有人管呢？媳妇打婆婆了。李鹏表弟也跑了过来，扶起李鹏妈，威胁道，陈小梦，你打不打孩子我不管，你只要给我们500万，我跟姨妈以后绝不来打扰你。不给钱的话，反正我们不怕丢人。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围成了一个圈，大家指指点点，互相在谈论。也有热心人报了警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选在闹市区来堵我，看来是钱花光了，想了这个办法来逼我掏钱。我无所谓的笑笑，
你们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违法犯罪的又不是我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等着看一会警察来了怎么说吧。对面的俩人看了看四周的人群，怕警察真的来了，自己反而捞不到好处，又威胁了我几句，就悻悻离开了。当时买给李鹏妈的那套房一直都在我名下，他俩闹了这么一出，我直接找人将李鹏妈从屋里赶了出去，收回了房子。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我散完步回家，李鹏妈突然从旁边阴影里窜了出来，手里举着一个瓶子。陈小梦，你太狠毒了，我儿子被你害死了，我被你害得没地方住，你给我钱，现在给我钱，我要500万。我不禁失笑，你疯了吧？你儿子是自作孽，而且他没死，在坐牢而已。我已经跟你儿子离婚了，你哪来的脸跟我要钱？他像魔怔了一样，嘴里不停念着，不，鹏鹏已经没了，我的房子也没了，我不想回去，我要钱，你给我钱，否则别怪我狠心。我悄悄拨通了报警电话，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想着先稳住他。这样吧，我只有100万，卡在老房子里，你跟我去取吧。李鹏妈神经质的疯狂摇头，我不信，你骗我，你家那么有钱，你怎么可能没有？鹏鹏没了，你也该死，你们都该死，都怪你们。说着，将瓶中的液体朝我泼了过来。我迅速躲到旁边的大理石柱后面，李鹏妈却脚下一滑，趴在了自己泼落的液体上。她顿时鬼叫了起来，痛苦地在地上打滚，声嘶力竭地喊疼。警察赶了过来，看完小区的监控，做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让我回家了。我从警察那里得知，正在服刑的李鹏截肢部位突发感染，于是从监狱转到了医院。李鹏妈在医院照顾了一段时间，顶不住高额的医疗费，在前天晚上偷偷拔掉儿子的氧气管就跑了。护士发现时，李鹏已经断气多时了。李鹏妈穷途末路，不知道从哪弄来半瓶硫酸，最后却用到了自己的脸上，毁了半张脸和一只眼睛。警察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他，于是所有事情终于可以告一段落。我把婚房和收回的那套房子都卖了。不久后，我将去往陌生的国家继续我的学业，父母健康，家里的生意蒸蒸日上，一切又回到了正轨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闺蜜的爸爸酒驾撞死了我爸爸，她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求我原谅她爸爸。一时间，闺蜜成了弱者，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，包括我的男朋友。我知道你爸爸死了，你很难过，但事已至此，你质问10月有什么用？是要逼死他吗？后来我步步为营，让他父亲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在他父亲的追悼会上，我看着痛哭流涕的闺蜜，笑着说出活该2字。一宁，求你看在我们多年的友谊上，原谅我爸爸。赵10月将我堵在医院大厅，跪在我面前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毕竟我爸现在也在医院，也受了伤啊。他本就无辜的长相，加上一番模糊不清的话，吸引了周围一众人的目光，将我瞬间推上了道德绑架的十字架上。我垂眸注视着他，像在看一堆烂泥。你是指你爸爸手背那一点甚至用不上包扎的蹭伤？赵10月听后哭得更凶，甚至连磕了几个头，是用了几分力的，撞到瓷砖地的声音清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。对不起，一宁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把我的命赔给你好吗？你放过我爸爸。他的用意再明显不过，利用大众的同情心，让舆论倾向他那边，对我道德绑架。我盯着他眼角鳄鱼的眼泪，手不自觉攥紧。不出他所料，
周围驻足的人已经开始对我指指点点，直到我男朋友宋明洲的出现。够了，陆一宁。他站在赵时月旁边，我的对立面，颇为责备地看了我一眼后，躬身扶起赵时月。在他站直身子露出红肿的额头时，我抑不住冷笑了一声，装得很到位。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时月的父亲也是无心的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得饶人处且饶人？宋明洲蹙眉看着我，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。我浑身颤抖，死死盯着面前两人。我赶到现场，车里还有没散的酒气。酒后驾驶，你告诉我他爸无辜。躲在宋明洲后面的赵时月弱弱开口，那是车上带的酒洒了的，我爸爸没有酒后开车，你他妈当我瞎吗？情绪一瞬间爆发，我毫无理智可言，上前2步，抬手正欲给赵时月一巴掌。我是亲眼见到赵时月的父亲赵军红着脸和眼睛，醉意慢慢地被警察架下了车。这一巴掌并未如愿落下，在中途被宋明洲截住，他握得我手腕生疼，却比不过他出口的话。我知道你爸死了，你很难过，但事已至此，你质问时月有什么用？是要逼死他吗？话音刚落，周围看戏的人也陆陆续续的帮衬。是啊，小姑娘，你不能仗着自己父亲死了，你委屈就可以无法无天呐！当众打人，你还有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？还有没有教养？还知不知道法律2个字怎么写了？人家姑娘都说了，你爸死是意外，你还想怎么样？难不成把他们全家都杀了？宋明洲松开我的手后，无力垂下。我煞白着脸，怔怔地看着面前的众人。他们将我和赵时月的角色彻底置换，将我这个受害人逼到悬崖尽头。抱歉，一宁。保安驱散众人后，原地再次只剩下我们3个。宋明洲见我面色苍白，叹了口气道歉：“我会帮你处理好的，你情绪太激动了，先回家吧。”我送时月回去，见我不答，他什么也没说，带着赵时月离开了。我并不在意他敷衍的安慰，更没把他的话当回事。在他站到赵时月那边起，我已经心底单方面和他分手。之所以没立刻提出来，不过是此时此刻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应付他。深夜，我因父亲的骤然离世无法入睡时，收到赵时月发来宋明洲在酒店熟睡的照片。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赵时月又立刻撤回，接着发了一段话过来：“一宁，今晚我们折腾的也累了，先休息了，你也记得早点休息。我们折腾。”这句话说得不清不楚，加上刚才撤回的照片，意思依旧再清楚不过了。我的好朋友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了。我立即给宋明洲发了分手短信，全当扔了一坨垃圾。第2天很早，我惯例去公安局询问调查进程。你说什么？我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位负责这起事故的警察。赵军承诺给予你赔偿，不需要背叛。责任认定书上写得很清楚了，是你爸的原因才导致的车祸。赵军不用负刑事责任。我张了张嘴，不死心地问道：“那赵军酒后驾驶也不管吗？”他看着我，神情丝毫未变。他没有酒驾，是酒瓶洒了。我瞬间抬头，凝视着他的眼睛，最终因为承受不了刺眼的阳光，还是低下了头。我明白了，我轻声告诉他。那时我只是浅显的以为是因为赵军家足够有钱，买通了所有关系，所以他是无罪的。正是3伏的天气，冷意却从脚心直接蔓延到我的头顶。我想起高2那年也是在3伏天，父亲开着出租车来开家长会，路上还顺路拉了个人。到了才知道，
那是赵军，是和我一个班的赵时月的爸爸。父亲有些赧然地看着我，试探道歉：“对不起啊，一宁，爸给你丢人了。”我又记得当时我大方挽着他的手，告诉他，在我心里，爸爸最厉害这句话后，他露出的安心的笑。但是现在，我甚至为他讨不回一个公道。我不知在警局门口站了多久，直到一道懒懒的声音唤回我的思绪，想找赵军报仇。我偏头看过去，徐少金散漫地靠在车边。老实说，我跟他并不熟，对他仅有的认知是曾经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浪荡公子哥是他的代名词。是以，我没理他，转身离开。你以为？徐少金在身后不紧不慢地开口，赵军仅仅是隐瞒酒后驾驶这么简单。我登时顿住脚步。据我所知，赵军当晚并没有喝到人事不省的地步，只沾了几口而已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立刻回头看他。徐少金站直身子，挑了挑眉。换句话说，这或许是一场有谋划的谋杀。我瞬间想到赵军被架下车时，虽然是装作也受伤严重的姿态，却总是有意无意地瞥向我刚从车里抬出来的父亲，就像是在判断他死没死透。还有我曾在车祸时给父亲打过一通电话，当时无人接听，再打过去就关机了。跟我合作吗？让你父亲的死亡真相大白天下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我并没有对他完全放下戒心。你当然可以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。徐少金笑了下。如果你愿意忍受赵军继续逍遥法外，过着快活日子，而你父亲的死因依旧被冠为意外的名头的话，我沉默了。没错，更何况我都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扳倒赵军。当时的我脑子乱成一团麻线，忽略了一点，徐少金自始至终没有否定过我。在我说完我可以后，他第一时间给予了肯定。最终，我选择了和徐少金合作。我问为什么他也要搞垮赵军，他只含糊地答有仇二字。我便没再多问。赵军是在我爸头七那天出现在葬礼上的，他是最后一个到的，还带着几个媒体人传播自己的装模作样。一宁啊，节哀，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叔叔，叔叔会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对你。他说的掷地有声，眼里还泛着泪光。跟在他身后的是正在你侬我侬的宋明洲和赵时月。赵时月虽然面上故作悲伤，眼里却是掩饰不住的得意。我并没有理会他，径直看向赵军，声音低到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。我知道那晚的车祸不是意外，你根本没喝多，警察没追究也好，我也不打算以你酒后驾驶为由起诉你，换成蓄意谋杀。赵军瞬间抬眼看向我，眼底的审视味很重，但神情只僵了1秒，几乎毫无变化。他叹了口气，叔叔知道你爸爸死了，打击对你很大，急需发泄也正常。我眯了眯眼，看着他毫不避闪的眼睛。虽然说当时是你爸爸忽然变道挡到我车前的，不提了，还是怪我不够警觉。赵军不愧在当地的黑白两道都立得住脚跟，三言两句就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，同时还给我死去的父亲安上了罪名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风刮得巧，堂正中间我父亲的遗照砰地被吹倒。我看见赵时月明显抖了一下，怎么回事？他刚扬声惊呼了一声，就被赵军摁住。我看了他2秒，旋即走过去扶起父亲的照片，边道：今天是头七，可能是我父亲回来了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我扭头盯着他，一步步靠近。如果含冤而终，他回来找害他的人不应该吗？他回来是要带害他的人一起下去啊！
我缓缓地一字一句道。赵时月的脸变得惨白，肩膀也明显地抖动着。你胡说，这世上根本没有。他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出来，堂后就钻出一只黑猫，嗷嗷叫着直朝他扑去。赵时月瞬间崩溃，啊！大叫着，瞬间后倒在地上。宋明舟也被吓了一跳，抿唇不语。只有赵军依旧处变不惊，他让宋明舟扶起赵时月离开，定定看着我，最后拍了拍我肩膀，一语双关：一宁啊，叔叔怕你伤心过度，伤害身体，希望你不要再沉浸在你爸离世的痛苦里了，不然就得叔叔插手，想办法帮你走出来了。说着随意扯了扯我的笑部。你也是个大人了，自己能处理好情绪吧？你也不希望叔叔亲自来帮你，对吧？当时我已经隐隐约约察觉赵军是在警告我，但不想他慈眉善目的背后是惨绝人寰的狠戾，而我最终也做到了让他终食恶果。赵时月就是让我下手的突破口。我回想到他刚才的行为，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离开的方向。3天后，我接到了赵时月的电话：一宁，救我！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。彼时，我和徐少金刚从警局出来，我对着电话那头的赵时月淡定道：求救打110。不，只有你能帮我。他说的颠三倒四的，声音发颤。我最近总感觉有人盯着我，但明明没有人。一宁啊，会不会是你爸爸魔怔过头了？不等我说话，他又连忙示好：我真的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呀，一宁。上次在医院是宋明舟教我这么做的，他说这样你就不会找我爸麻烦了。宋明舟，我一顿。宋明舟现在在哪？应该还是和往常一样，在和我爸谈事吧。没再理会赵时月的神神叨叨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站在一旁的徐少金听得一字不落。赵时月的话很明显，宋明舟是为了巴结赵军跟他在一起的，叫赵时月医院当众下跪磕头，也是为了引起舆论，压制我，从而阻止我对于我父亲这场车祸案再往深查下去。他野心够大，为了能够往上爬，早就背着我勾搭上了赵时月。临走前，沉默了许久的徐少金忽然叫住我：后天把宋明舟叫出来，这孙子多半能吐出点有用的东西。我没问他为什么是后天，不是明天，全当他有私事。好，后天。宋明舟不耐烦地赴了我的约。找我干什么？有事快说。徐少金紧跟着也刚到。宋明舟看到他愣了2秒，视线在我和徐少金巡视着，随即冷笑一声，轻蔑地看着我：你怎么巴结上徐少金的？你给他了？我端起手边的咖啡冲他脸泼了过去。怎么？那你怎么巴结上赵军的？你也给他了？宋明舟胡乱抹了一把脸，瞪着眼：你抬起手作势要打我。你今天要是打下去，我保证赵军也保不了你。徐少金的声音不紧不慢从我身后传来，不自觉为我增强了一丝底气。宋明舟到底是忌惮他的，悻悻地放下了手。你知道赵军背后的人是谁，是吗？徐少金审视着他。宋明舟警惕地看了我们俩一眼，没说话。姓郑？徐少金挑了挑眉，虽是疑问，语气却是确定。我几乎是立刻反应过来，因为在我的认知里，姓郑且极有权势的，就是众人口中的郑老。而我之所以能对他有所了解，因为刚巧我父亲正是郑老的司机。宋明舟出了很多冷汗，当时我没在意，还以为那只是心理原因。他依旧紧抿着唇不说话。徐少金也不在意，随意笑了笑：紧张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？宋明舟砰地推开椅子起身，
没什么重要的事，我就要先走了。”徐少金依旧神态自若，悠悠道：“你紧张是因为你知道，郑老根本和赵军没有任何交集。”宋明洲瞬间僵住，不可置信地盯着徐少金。真正和郑老有关系的是徐少金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徐少金的妈妈是郑老的外甥女。徐父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从不对外宣称与郑老的关系，所以几乎没人知道两家有关系。昨天，徐少金就是去找郑老求证的。赵军地位已经不保，宋明洲没有了任何退路，老实交代了所有原委。赵军近1年从一个普通的暴发户，地位直线飞升，靠的就是郑老的名头。可郑老对于赵军也只限于听过这个名字而已。不得不说，赵军在这方面很机灵。虽然本人巴结不上郑老，但他做到了在外人看来他是郑老的关系户。买通了郑老的保姆后，他随时得知郑老新购置了什么古董，又立刻在众人偶尔和别的公司董事酒桌上谈生意时，会不经意间提起自己最近收了个古董，打算送人，话也故意不说明白，不给任何人留下把柄。接着听过的人又得知，郑老最近真的收藏了新古董，便先入为主的以为是赵军送的。要知道，郑老是出了名的不收任何人礼，加之基本上不会有人愣头愣脑的直白去问问这是不是赵军送您的。这种让郑老下不来台的话，才让赵军有了可乘之机。说白了，赵军就是富贵险中求，靠着郑老的名头，虚张声势，狐假虎威的拿下几个大项目。正在他疯狂的上升期中，这个秘密被我爸撞破。那晚，我爸送完郑老回来的路上，刚好在郊区附近看到路边的餐厅里坐着宋明洲和赵军。他本想去顺路看看，不料听见了两人交谈的内容。赵军发现了我爸的存在，从餐厅追了出来。最开始他只是想收买我爸，拿出一笔封口费，但老陆是极其耿直的人，当下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赵军被欲望蒙蔽了双眼，怕我父亲告诉郑老。在我父亲转身离开一瞬间，他捡起一块石头朝我父亲的脑勺砸去。在郊区那片没有监控且几乎无车辆路过的地带，我父亲倒在地上没了呼吸。而制造车祸现场，据宋明洲所说，是赵军提出来的。他逼迫宋明洲开上我爸的车，晃晃悠悠地跑在前面，赵军开上车跟在后面。在某一段路上，宋明洲忽然打轮往旁边猛拐，赵军刹车不及，撞了上去。接着宋明洲又把我父亲换到了驾驶座，摁着他的头往侧面玻璃上撞，以新伤口掩盖住旧伤口，制造了一场我父亲疲劳驾驶才导致了这场车祸的假象。赵军的行车记录仪只记录到这里，车子便熄了火。宋明洲反侦查能力很强，他全程是戴着手套的，没留下半枚指纹。表面看来确实是我父亲的全责，而赵军只需要赔偿即可。至于我一直认定的酒驾，确实是个意外。车内的酒气的确是赵军后座放的，本要送礼的酒砸了洒出来造成的。赵军在饭店抿的2口啤酒，早在这段时间中消耗完了，所以交警根本测不出赵军什么。但他不介意拿酒驾做个法子。车祸当场下车时故作醉态，即便多心质疑这起案的人，也只会认为是赵军刻意隐瞒酒驾，不会往更深层次去想，比如我。但我有赵军谋杀你父亲的证据。听着父亲真实的死因，心像是被扔进了绞割机般疼。
直到宋明舟这句话出口，我才仿佛再次燃起希望。当时你父亲的行车记录仪打不开，所有人都以为坏了。宋明舟勾起一抹笑，是我故意弄坏的，但我提前把内存卡取出来了。他不复紧张的姿态，但面色依旧灰扑扑的，里面记录了赵军砸死你父亲的画面。我尽量平静地问他：你要什么？宋明舟看了眼徐少金，笑了。总归是赵军杀的你父亲，在你父亲死前，我并没有任何参与。你搞赵军就好了，徐少不是家大业大吗？这样，徐少要是给我500万，等我到了国外，就立刻把证据发给你，不知悔改。奈何录音没大用，口供只能作为佐证，何况宋明舟可以随时改口，只有我父亲车上行车记录仪的那张卡，才可以使他们伏法。那天我稳住了宋明舟，让他先回去，拖延时间想办法。徐少金却像有钱没地花了一样，说500万就能给你父亲报仇了，你在犹豫什么？我太阳穴突突跳了2下，就不想和对钱没有概念的人争辩，更何况我不认为宋明舟在整件事会那么无辜，他同样也不该逍遥法外。在和宋明舟周旋的这段日子里，赵军的好日子算是到了头。郑老公开表明和赵军没有任何关系，赵军的地位一落千丈。马弟，狗娘养的姓王的，就一个买涂料起家的，还敢看不起老子？以后让他跪着给老子舔皮鞋。我跟在赵军的车后面，本想寻找些证据，没料到刚好听到他打电话。更巧的是，我刚好录了下来。根据赵军话里的线索，我很快确定是哪位王总，于是匿名将录音寄给了王总。第二天，我依旧不远不近地开车跟着赵军。傍晚时，一辆面包车突然横在了赵军车前，逼停赵军。下来一伙人，拎起棍子就冲赵军的车玻璃砸去。我忙刹车，关了灯，停在隐蔽处。赵军被几人粗暴地拽下了车，扔在地上。你们是谁？要干什么？不久，一辆奔驰悠悠停在他面前。那位被他骂过的王总走了下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赵军。赵总趴在地上干什么？站起来说话。赵军手撑着地，气喘呼呼的要站起来，下一秒又被踹倒。王总笑嘿嘿的：赵总还记得我是卖涂料的小王。赵军终于反应过来，咬牙切齿：你今天不把我赵军打死，明天就让这群人等着给你收尸。赵总开玩笑了，我是个守法公民。说着，他就踩上赵军的小拇指，狠狠碾压。今天呢，也没别的事，就是我的皮鞋脏了，劳烦赵总帮我舔干净。我躲在阴暗处拿手机录像，漫不经心地想，这种暴力的事发生在赵军身上，果然格外有美感。赵军倒也不算个太窝囊的人，所以他大骂王总，坚决不从。但他的骨气只坚持了1秒，因为王总的手下拿出一把钳子，一副你不答应我就断你一根手指的姿态。我看着趴在王总脚边的赵军，不觉得有多痛快，只觉得还不够，还不够。比起我父亲的无辜离世，还不够。王总的皮鞋在路灯下甚至反起了光。不得不说，赵军清洁皮鞋的技术还是蛮好的。很多人想法跟我一致。在我将马赛克过赵军的眼睛后的视频发到赵军公司的官博下后，热评前5不是在感慨赵军的清洁技术，就是在恶心他居然还有这种癖好。赵时月自从那次被黑猫扑过后，一直都神神叨叨的，对于赵军舔皮鞋的事也没什么看法，依旧每天换着批的神棍做法。我偶尔在他们家外都能看到蔓延至空中的黑烟，墙倒众人推。
赵军是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以前被他欺压过的人都反过来给他穿小鞋，回到家还要面对神经兮兮的女儿。曾经的赵老板是肉眼可见的苍老了。在赵军崩溃前夕，我没想到宋明舟先按捺不住了。一宁，你救我，我求你了，你让徐少金救救我。我是在和徐少金吃饭商量下一步计划的时候接到的宋明舟的电话。我和徐少金默契地抬起头看向对方，等着宋明舟的下文。只要你救我，我就把内存卡给你。我确诊淋巴癌了。他的话音里已经带上哭腔。你让徐少金给我安排最好的治疗，最好的药，我立刻给你内存卡。一宁，求你了，我想活下去啊。好，徐少金几乎没有犹豫道，这个要求可比500万简单多了。宋明舟的理智防线正一点点崩塌，我们甚至仅只是口头承诺他，并不一定非要做到就可以引他上钩。宋明舟说给我们2天时间准备，我又利用这空隙去了赵军家附近，打算好好看看他最近过得有多惨。到了后，发现他家小别墅的院门是开着的。是陆小姐吗？保姆小跑出来，赵先生请你进去聊聊。要聊出来聊。我退后一步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命令我见他，拿别人当他女儿一样，没脑子。我自己一个人走进去，能不能好好的出来就两说了。还真当我玩单枪匹马超社会那一套。还没等到赵军出来，赵时月先从院后跑出来了。一宁，他看见我眼睛一亮，你是来帮我抓鬼的吗？我眯了眯眼，谁是鬼啊？不是。他忙改口，是你爸的灵魂，你可以带走他吗？我盯了他几秒，终于确定他是真的蠢笨无脑。我父亲马上就可以安息了。赵时月，你是不是知道你爸做的那些勾当才害怕成这样？赵时月眼光躲闪，月回去。赵军出现，让保姆把赵时月带了回去。一宁啊，叔叔不是说了让你有困难来找我吗？为什么要背后给叔叔下绊子呢？我后倚在车盖上暴毙。赵军，我劝你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他慢慢敛起笑。我说姓王的那个录音和我那晚被姓王的打压的视频，是不是都是你干的？何止！我瞪大眼睛看他，故作不可思议状。宋明舟把你们害我爸那晚所有的事都交代了，你想怎么样？赵军声音忽地变沉，像是在压抑恐惧。你会怎么样？不是我想就能决定的，得看警察怎么说。哦，对，我是不是还没告诉你？宋明舟手里有张内存卡，记录了那晚你杀人的全过程，而且他已经同意。我看着赵军愈显灰败的脸，一字一句道：交给警察了。赵军态度急转，叔求你了，放叔一条命，我后半生都会为你爸赎罪的。我沉默地注视着他，原来杀人者也怕死。我不想去跟他哭诉我爸从小把我带大有多不容易，我对他的感情多深，只是说，赵军，你要庆幸我爸从小对我教育不允许我越过法律那一步，不然我是豁出命也会把你送进地狱的。赵军瞬间腿软，蹲了下去，他怔怔地看着我，却哑然无话。我走过去俯视着他，又蹲在他面前，可笑吗？从小把遵纪守法牢记心中的固执老头，最后却死于你的非法手段。赵军大概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才会想着殊死一搏。他在当晚试图摸进宋明舟家偷取内存卡时，落进我设下的圈套，告诉他宋明舟打算坦白这件事，目的就是为了引他入瓮，不仅能让赵军身上背负的罪名再加一条，也能使宋明舟认识到危机感，
攻破他的最后防线。果然，宋明周因为赵军前进他家这件事吓坏了，以为赵军要杀他。毕竟他是亲眼见到过赵军杀人的。没再等徐少金把最好的医生找过来时，宋明周就迫不及待地交出了内存卡，被警察带走了。唯一的意外是让赵军趁乱逃了。警察出警去找赵军后，本有项目没处理完的徐少金突然不着急走了。问起，他也依旧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语气随意，以防赵军走投无路回来找上你。我愣住，接不上话。第二天凌晨，警方在桥边找到了赵军，他站在桥边，半只脚都是悬空在外的。一个准死刑犯威胁警察，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，这种事毫无意义。两条路，无论他怎么选择，最后都是落得一个同样的下场而已。他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劝，只是放声大哭。我不想死啊，我不想死。我盯着站在前面的警察腰间的枪，又看了眼哭得鼻涕眼泪呼一脸的赵军，只觉得手痒。是赵时月的及时赶到，才把赵军劝下来的。赵军被抓后，赵时月也终于恢复清醒，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一改往日的疯癫。赵军杀害我父亲，证据确凿，且伪造车祸现场，隐瞒事实，毫不意外的死刑立即执行。宋明周虽然没有参与杀人过程，但协助赵军隐瞒杀人真相，也逃不了刑事责任。赵军死后，赵时月还恬不知耻地给他办了追悼会，去的人不多。我不请自来算一个。我站在角落，看着中间赵军那张黑白的遗照，不禁感慨，大祸害总算没了。随手摁亮手机，才发现欠费停机了，便叫住路过的工作人员，请问你们这 WiFi 密码是多少？工作人员一脸冷漠，请尊重逝者。我想了2秒，才试探着问，全拼、大写小写？工作人员。最后是工作人员拿着手机给我开的热点，才让我充上话费的。会上的人几乎都离开了，是以赵时月很快发现了我。你满意了吗？他狠狠地盯着我。你不做法了？我反问。赵时月扬声冲我吼道，你现在很满意吧？我爸也死了，你有什么资格冲我喊？我一步一步逼近他。我满意什么？你爸死了是因为他该死，我爸呢？是被你爸害死的。他勤勤恳恳了一辈子，他做错了什么？就因为他没收赵军的封口费。赵时月，我告诉你，就算赵军死1万遍，被千刀万剐，也是他活该，你懂吗？赵时月被我逼到退无可退，依旧是怨恨地盯着我。我缓缓退后，平静地跟他提起另一个话题。对了，宋明周得淋巴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？看来还不知道。赵时月嚣张的气焰瞬间熄灭，取而代之是紧张与恐慌。我一瞬不眨地看着他，你爸和他已经得到他应有的报应了。赵时月，你的报应也该来了。我能有什么报应？赵时月用吼叫来掩饰恐慌，理智崩塌，脱口而出道，你爸又不是我害死的，我到的时候，你爸已经死了。很好，现场的第3个人出现，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我一言不发，只是沉沉地看着他。终于赵时月反应过来，你炸我？我最开始也只是怀疑和不确定，尤其是赵时月疯癫了后，但将这件事的时间线往前推，那赵时月因为一只黑猫就被吓得缓不过劲儿来，就难免让人起疑。如果什么都没有参与，只是知道，那他反应是不是大了点？行车记录仪并没有录下你，说明你是在宋明周拔下内存卡后到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赵时月别开脸，说出的话毫无信服力，
不知何时，整个场馆只剩下我们两人，空旷的环境衬托的声音更为清晰。我劝你最好自己去自首，说不定能减刑。宋明洲最开始没有把你供出来，一来也是觉得你可能也没干什么，没必要说；二来也是怕赵军为了你跟他豁命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赵军死了，而宋明洲又是一副为了维持性命的药，会配合一切调查的态度。徐少金曾因宋明洲的交易，真的通过渠道购买到进口抗淋巴癌的药，后来宋明洲进去了，这药最后也没有给他，还留在我手里。我如果拿着这药当作筹码去和他谈，我相信他会想起当时现场的更多细节。赵时月再没有反驳的话，最终他安静了许久后，打开手机，当着我的面打了110。你好，我是赵时月，我要自首。他临走前忽然问我，就凭我过激的反应，你就认定当时我去过现场？终于三人都已伏法，我也算终于松了口气。也不妨告诉他，我爸的手机是你关机的吧？从一开始，我怀疑我父亲的死不是意外，除了赵军故意误导我，他隐瞒酒驾这件事，还有就是我给父亲打的那通无人接听的电话，第一通无人接听。等我第二次再打过去时是关机状态，但当我拿回父亲的手机开机，才发现电量很充足，不是自动关机的，而手机自己误触，导致关机的概率很小，这很难不引起怀疑。但怀疑不能作为证据，我选择赵军追悼会这天来逼问赵时月，也是因为今天应该是他最容易抛弃理智的时候。赵时月垂下眼，也没承认，也没否认，只是轻笑了一声。原来真的有报应。赵时月将一切都老实交代清楚了。那晚他并不是主动来找赵军他们，而是开车回餐厅的路上遇到的。本身最开始就是他们三人一起吃的饭，只不过赵时月中途有事，开车出去了一趟，回来的路上刚好撞见他们伪造车祸现场那一幕。赵军是不打算让他插手的，但我父亲的手机响时，赵时月刚好在旁边，自动挂断后，他下意识地关了机。宋明洲把手机上他的指纹擦拭干净，赵军就把他轰走了。如果顺着那条路往上寻找最近的一个监控，应该就能发现赵时月的车原路返回。赵军至死都在保赵时月，但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也许他的罪责并不重，但不代表他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之后我去了一趟父亲的墓地，在这前我很少来这里，害怕看到墓碑上父亲那张笑容永远定格的脸，想到还没有替他将害他的人绳之以法，止于愧疚，连一句想你了老路都不敢说。我坐在墓碑的台阶上，跟他絮絮叨叨，告诉他赵军三人的下场。说完好像心底也不是很痛快，毕竟我的爸爸再也回不来了，无论他们被判得多重，也无法将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还给我。我将头埋在手臂里，哽咽出声。父亲那天临走前还在憧憬未来，爸再跑2年就退休了，到时候你和明洲结了婚，生了小外孙，爸给你们带。我摇头轻啧2声，故意向他投去一个很不放心的眼神。我要是生个女孩，您能带好吗？还是给宋明洲他妈妈带吧。老陆瞬间急了，我怎么不会带女娃了？你不就是我从小拉扯大的，后来我再怎么哄也没用。小老头气上来就倔得很，愣是答应，最后无论生男孩女孩都给他带，才勉强缓和了下脸色。我想当时他看到宋明洲和赵军一起吃饭找了过去，
也是因为他把宋明舟当成了准女婿，知道赵军不是好人，出于担心才去看看的。但那一看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我再抬起头，天上开始掉雨点，越来越密。我站起身，擦了擦眼泪，正想离开时，头顶忽地被罩上了一把伞。回头看去，是徐少金。我送你回家。我终于在父亲离世后，第一次真心实意地笑了笑。好，坐在徐少金的车上，我忽然想到和他最初见面时他说的话，不禁提起：你从没说过你和赵军的过节是什么。徐少金眼睛直视着前方的路。我小时候在爷爷家曾经煤气中毒，导致休克。爷爷家在郊区，那时候条件也一般，附近也不是随时都有出租车。给120打电话，又赶上刚巧急救车不够的情况，只模棱两可告诉我们会尽快安排调度的。我静静地听着，是你父亲开着出租刚好路过，听我爷爷说，一路超速才赶到医院的。到医院的时候，我的气息已经非常微弱了。徐少金顿了顿，像是在回忆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你父亲。醒来后，我透过病房门的玻璃看到他，他怕进病房会打扰到我休息，都没有进来，只是站在门口对我点头，宽慰地笑了笑。所以我父亲后来能给郑老开车，也是因为徐少金的举荐，但他会出手帮我对付赵军，不完全是因为这个。徐少金曾撞到过当时还只是暴发户的赵军，找人牵线搭桥，让他能扒上郑老。他警告过赵军，但不成想赵军表面应下，却没有丝毫收敛。我父亲突如其来的离世，使得他不得不想到之前赵军做过的事。得知赵军甚至变本加厉，擅自利用郑老的名号后，他也刚好想趁这次把赵军彻底送进去，所以选择了和我合作。但还是谢谢你，因为徐少金的协助，让所有事变得更为顺利。他笑了笑，谢谢这2个字也是我第一次对你父亲说的话。我也弯了弯唇，扭头看向窗外，我们逐渐驶出那片乌云，前方又是被阳光洒满的大地，就像是我曾看到过的一句话：那些黑暗笼罩的，终究向阳而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